Hello， 大家好，我是模特师的学员阿坤。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出一款中短发的裁剪烫发。那今天这个模特的头发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细软的发质，然后亮感也比较少，而且整体的感觉是显得特别的服帖。就这样没有办法去修饰到脸型，所以今天我想给它来一个大点的改变。我想帮它去尝试一些偏带一点点冷艳、摩登感一点、时尚前卫感一点的一些烫发。所以今天呢，我会帮他去尝试一个带一点点复古港风的烫发。OK， 卷度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卷一点点，但是我们卷的时候是从头顶卷到发尾来，所以说发尾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卷度一样大小的时候，这个可能会烫完之后的效果会有点显成熟，所以会考虑到要让头顶的卷度会更加的强烈一点，发尾的卷度会更加的稍微的自然一点。所以这样的烫发呢，包括刘海，模特头发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刘海，那我也会把它刘海的地方也给它去做一些卷发的处理。这款头发呢，如果在这种长度上面我们要去烫一些短发的这些摩登感的烫发呢，我个人建议大家是烫完之后再剪，不建议大家剪完之后再烫。剪完之后再烫的时候，形体的处理上面空间就会稍微窄一点，所以一般对于这种头发，我们如果是长发的话，我们先剪一个大概的长度，先一刀来个大概的长度，然后把它烫完之后再做精细的调整。所以这款头发我们直接先烫再剪。那今天在这款头发上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到更多的技术。第一呢，发根的蓬松的处理；第二，对于这种头发裁剪结构的处理；第三，怎么样把这款头发的卷度烫出来，又好打理，又有美感，而且又有质感，又有光泽。OK， 那我们今天对于这款头发的烫发就正式开始。那对于这样细软的头发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我们的药水和产品的选择呢，尽量不要去选择一些太过强的产品，我们尽量选择一些 pH 值在8到9之间的产品。对这样的软化呢，我们在头顶软化的时候，大概会预留2指位的发根，在底下的地方我们会大概预留3指位的发根去进行软化。OK， 记住啊，头顶预留2指位，底区预留3指位的发根去进行烫发。OK， 那接下来开始软化。对于这款烫发而言，我们在烫发的时候会更多的会选择分段软化，第一步先破冰，第二步再软化。我们依然让软化起到一个循序渐进的效果，不要让软化一来就达到我们软化的一个特别强的状态啊，这样对于头发毛鳞片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依然先破冰再软化。8到9的烫发产品，我们的 MT1 是一个特别温和的 pH 值8到9的产品。对这种头发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发质来讲，产品调配的时候大概会用到2份的药水加1份的水去进行调和。调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软化操作。在分区上面，我们会把整个顶区的地方分的稍微的小一点啊，顶区不要分得太大。头部分成3个区，侧部分成2个区。OK， 在涂抹的时候呢，尽量垂直于头皮，底区3指位，顶区2指位。3指位的位置不要烫啊，底区3指位的位置不要烫。顶区的时候，垂直于头皮，高角度涂抹，保留2指位。用毛杠给它隔开。刘海区要全部软掉。
OK， 那现在我们就要涂抹完成。涂抹完成之后，我们破冰时间记住依然是5到8分钟。5到8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试我们软化的情况。如果说5到8分钟之后软化的感觉是比较偏弱的，第二次软化药水调的会稍微的强一点。如果说第一次我们软化的效果已经是比较偏强的了，那第二次稍微的等待时间，或者是相对来说把药水调的稍微弱一点，再涂抹一次即可。那我们等一下5到8分钟之后再看效果。OK， 破冰时间8分钟过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破冰之后的软化情况。因为头发比较细啊，来拉一下，我们在这里拉个10条左右的头发，10条左右的头发拉长2倍。哎，我发现软化已经差不多70%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再轻轻的涂抹一点点药水就好了，不用把药水调得太强。开始可能是2比1，现在把药水涂掉1比1，再涂抹一次即可。药水加水1比1。破冰的作用是让毛鳞片缓缓的张开，不要一下子撬开啊，可以有效的保护好头发干嘛？有效的让头发烫完之后光泽度变得更强烈。OK， 那现在呢，我们的整个第二次软化的步骤就涂抹完成，大概等待时间10分钟，我们再来看软化的效果。具体要软化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去进行烫这种复古感风的烫发，所以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软化的效果。OK， 那现在我们第二次软化已经软化了10分钟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软化的状态，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烫出我们想要的卷度？对于这种细软头发而言，记住啊，对于细软头发的测试而言，我们建议大家干嘛？拿的头发的量会稍微的多一点去测试，不要觉得粗硬头发跟细软头发跟正常发质你拿的发量都是一样的去测试，这样是不标准的。粗硬的头发我们建议拿到5到8根，正常的头发我们拿到干嘛？8到10根。对于这种细软头发我们拉扯的时候就拉10到15根，拉长2倍，3、2、1，回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小波纹感，能看到吗？那形成一些小波纹感，那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基本上是我们想的80%。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进行冲水。来，各位老师们，现在呢，我们是直接冲软化啊，直接用常温的水给它冲干净。各位老师们，现在呢，这头发整体来说呢，我们是用清水给它冲干净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过洗发水。OK， 各位老师们，现在呢，我们整体来说的话，我们是冲完水，然后再过洗发水，已经弄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是烫中护理。今天我拿2款的护理来对比2个如何去做烫中护理的好处。现在我们黄色这一包的话是 LPP。中分子呢，它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做一个烫中护理呢？第一个，你使用完烫中护理之后呢，你还要过洗发水，还要冲干净，而且呢特别费时间。况且呢，中分子里面含有大量的硅油，我们冲完水之后吹干，它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呢，我们不建议用一些 LPP 中分子。如何区分中分子如何不好？我们看一下。来，我们挤下来，使用温水。要把它搅拌。你看，我使用中分子 LPP 的时候呢，我使用温水的时候，我一直搅拌不均匀的。况且呢，它有很多的颗粒感。中分子呢，它只能包裹在表面上，它不能吸收在头发的内部。况且呢，它这样弄完之后呢，烫头发的过程中，它会疯狂的冒烟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很建议用中分子去做烫中护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使用中分子如何去调配，况且它的好处在哪里？它是果冻状的哦，很丝滑，分明就好像透明一样。把量的话偏少啊，所以呢，我们就使用15泵左右就可以了啊。来，再打开
温水。我现在搅拌一下。除了有泡泡之外，它是基本上溶于水的。中分子它属于一种呢可以吸收融入在头发的内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填充的效果。然后我们再添加这一款我们今年的黄牌产品隔热乳。 它是属于美耐的，对于一些受损发质5度到6度以上的一些受损发质，我个人建议你就是要使用我们家的一个隔热乳，下2下3下4下 ，OK， 4泵就可以了啊。隔热乳跟小分子的一个区别呢，第一个，小分子1份，隔热乳0.5份，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一定要使用温水啊，不可以用冷水，基本上溶于水。为什么要加小分子跟隔热乳呢？第一个，小分子呢，它是容易吸收在头发的内部填充的效果；第二个，可以保护好它头发的外部。然后呢，两个护理加在一起用的话呢，它就可以并肩一起弄了啊。然后呢，现在我们调好的一个护理，我们直接泡在盆里面。 OK， 现在呢，我们是做完烫中护理的效果啊，看一下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现在呢，我们是做完烫中护理的效果，然后呢，个人建议是不要冲水的啊。然后呢，我们直接包毛巾擦干，直接上杠就即可了。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去准备上杠。那在上杠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会用到的杠具。那今天会用到一根比较特别的杠具，第一是加长版的喇叭杠。这个喇叭杠呢，小的是从20号，大的这头会去到26号。因为这种杠具模具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烫完之后的卷度呢，是从上到下出现的卷度都是比较的慵懒自然的啊。卷度上面的卷度会强一点，下面卷度会自然的会进行放大的效果。OK， 那这样的烫发，这样的一个杠子去烫这种 中短发的时候出来的效果美感就会变得特别的强。在上杠的时候，我们会把头发的后部区先分出来，耳后点平分一个后部区出来。在后部区的这一点点的地方呢，我们建议这么短的地方就不要用热烫去操作了，用我们的快速烫进行操作。后部区的这一点点的地方，因为不是特别长，所以在用热烫操作的时候呢，可能容易掉。杠子一加热的时候可能就掉了，而且客人干嘛容易烫到客人，形成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在这一层呢， 我们建议大家干嘛？用快速烫进行操作，长度都要减掉啊，所有尾巴我甩出来就直接不用管它了。尾巴的地方我会把它剪掉，所以这一块我甩出来不用管它。等一下，反正都要剪掉啊。 把小的 U 型区分出来，分了一个小的 U 型区，这个 U 型区不要分得太大啊。侧区的头发斜前分片，把它分成3角啊，斜前分片。尾巴有一部分会剪掉，所以尾巴甩出来一部分，不用烫它都可以。半重叠。 到发根的地方，力度可以稍微的大一点。这种杠烫出来效果非常的漂亮。把它全部分成3角的发片，看到吗？分成3角的发片，3角的发片可以让卷度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尾巴是要剪掉的，所以我就不用管它。
在上喇叭杠的时候是斜着进杠，啊，不能平着进杠，非常的方便简洁啊，就不用去缠绕啊，也是为了让整个头发发尾能够产生的效果是比较偏大的卷度。这直接用喇叭杠呢，你直接半重叠进去，它也是这样的效果，全头都不用缠绕，更简单方便，给发型师省时省力省心啊。全部半重叠，在这里上杠的力度可以适当的稍微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想要的卷度还是相对干嘛比较偏卷一点的啊。边线头发全部往后卷。卷出来的光泽度也特别强烈。顶区的角度拿的稍微的高一点，发尾不要用力啊，发尾不要用力，轻轻的卷进来，发尾不要用张力，越往发干的地方张力越大。方向一左一右，一正一反。我想让两侧蓬松一点，所以顶区的角度拿的会稍微的高一点。这种你不用缠绕出来，它也是干嘛？发尾的卷度是比较慵懒自然的。我们缠绕的目的其实也无非就想让发尾的卷度干嘛大一点而已。那有这种杠子之后，可以解放双手。对于长发，我们有大的杠子；对于短发，我们有小的杠子。这种喇叭杠啊，就强烈的建议大家人手一套。对于这种比较短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建议是快速烫操作。我们如果去上热烫杠，隔热的话，可能就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建议大家用冷烫杠。记住，我们这里加热的方式是隔热好之后，硅胶棉包着去进行加热，每次加热7分钟，包2次，也就是说包棉时间一共14分钟。包完棉之后拆掉100度，加到全干 ，OK， 加干即可。OK， 那这个头发呢，我们就烫发的操作就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操作一个发根烫。那目前看一下，它的发根还是比较服帖的。但是对于烫这种发根烫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问题，
因为我们烫的位置啊，卷的位置选的是比较高的，卷到这个位置来，所以烫的位置呢，我们发根烫肯定就不能烫得太长，烫太长就会破坏掉它头发我们之前烫的卷度，所以我们烫的位置可能也就2指位的一个长度。OK，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把它吹干。发根烫一定是干发操作啊。因为没有修剪结构的原因，所以看起来整体发型是比较怪的啊。我们烫完发根，再去一起去进行修剪，像类似于这种，头发就贴的比较厉害了啊。OK， 那接下来开始要去进行发根烫的烫发，依然在分界线的位置两边各2指宽取发片，4指宽的一个区块。在这里涂抹的时候呢，就不能涂抹的太长，因为我们要保留更多的烫过的地方，涂抹就涂抹2指位左右。那在烫的时候，按照我们开始的操作手法啊，我们依然是来分片0.5厘米片，不要分得太厚。要了解更详细的发根烫的操作手法啊，大家可以去拍一份，我们专门去有一个发根烫的视频，是专门把发根烫的每个细节讲得非常非常清晰的啊。OK， 那这样的发根烫呢，我们就操作完成。接下来就是定型，定型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近一点。我们只是干嘛？把所有头发向前夹住，啊，向前夹住，中间的来向前固定一下，就好了。两侧的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它往上固定住，就不会让它垮下来的感觉就好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方式，来往上固定一下，搞定。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直接定型就完了。OK， 那这个发根呢我们就烫完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发根的整个蓬松情况。由于呢我们要保护底下更多的卷度，所以我们并没有烫太多，我们大概只烫了2指位的一个宽度。来看一下，无论往左边梳，还是往右边梳，还是中分，其实它发根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蓬松的状态。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发型是没有任何结构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去进行修剪。对于这款头发的修剪来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简单一点。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呈现出沙龙比较实战的美感的发型。OK， 把头发前后区分开，从耳对耳点分到耳上点，耳上点平分过来。底下我们烫的是快速烫啊，底下烫的是快速烫。长度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来去自定义它的长度啊，把前面适当的放长，斜15度向前。OK， 剪完之后，我们需要把最底层的角给它去掉，这底下不需要太多的重量，不然后边显得太过臃肿。大概去掉的长度是3厘米，剪掉的长度大概需要3厘米左右。第2层的长度呢，会比第1层的长度略微的长个1指位，斜15度。没有任何层次啊，在这里不需要提拉任何的层次。OK， 两边对比一下长度。第3层。记住啊，这款头发是后短前长，如果剪到一样平的话，一抬头你会发现前边就显得特别短，侧边分2层。
斜前，把前面长度适当的放长。OK， 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OK， 大概的长度我们剪完之后啊，这个时候需要去调整一下两边的对称情况。OK， 那这个时候因为模特儿刘海之前剪的是比较短的原因啊，那这个时候它会造成一个问题，跟整体的层次是不连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会适当的把它刘海在视觉上去给它做一个延长的效果。然后梳起来，找到刘海的短的地方。适当的给它做一个虚的连接，这个反应的重点还是在刘海的体现。我把刘海的地方跟主层次做了一个虚的连接。OK， 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剪完之后，我们需要把头顶区的一个小角给拿掉一点，不然左右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边会偏长。跟后部区做一个连接，稍微的去拿掉一点点层次，那这一点点的长度，用点剪的方式给它去掉一丢丢，不要去拿掉太多啊，拿掉太多整体发型就失去味道了。OK， 当我们剪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大概的层次和形状我们已经就修剪完成了，但是最终大家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想要显得柔美一点，因为这里全部剪的是齐的线条，但是这里揉的时候也不能揉太多，大概只能揉个1厘米的发尾。揉太多就变得太虚了，整个发型就失去意义了。如果说我们最终表达的效果是希望这个发型能够呈现出比较酷感的感觉，比较摩登硬朗那种飒一点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发尾基本上就不要动啊。那今天呢，我还是把发尾轻微的揉掉一点点，不要揉的太多。在沙龙现场中柔和的时候呢，我就用比较沙龙现场的一些手法了啊，梳起来，重点这里是柔和1厘米。OK， 这是湿发的状态，其实就算这样自然干都会很好看。OK， 那这款烫发呢，我们就烫发完成，包括修剪也修剪完成，是不是特别简单？对，类似于这种发型呢，就是越简单越高级啊，不要把它搞太复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去乱风吹干看效果。模特头发比较细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在吹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大风，拿中小风去吹啊，慢慢把它吹干就好。太大风会把卷度吹得特别的散乱。OK， 那这种呢就是简单吹干，涂抹一点点的泡沫发蜡啊，涂抹一点点泡沫发蜡。现在看一下颅顶的蓬松情况，其实是刚刚好的。如果开始我们把它推得太长，那这里的卷度可能就会被破坏掉，整体的感觉很舒服啊，比较舒服。OK， 那希望这样的烫发大家可以喜欢。OK， 那这样烫发呢，烫到这个时候呢就全部烫发完成。那烫完后的效果呢，大家可以看到发尾的卷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大的这一块。上面的卷度会稍微的偏强一点点，越到上的时候卷度越强。其实利用这种喇叭干的效果啊，烫出来效果呢，就更加的符合那种摩登港风，或者说大家手上的韩式淡淡卷单的感觉，其实都很好看啊。至于最终大家希望能够呈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效果，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干嘛？通过你不同的打理的方法，它呈现出的效果也截然不一样。OK， 那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喜欢。